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从跑团到现在的疯狂三娘，看冯绍峰给赵丽颖过生日，网友感叹。我们整体意识到，赵丽颖可以被认为是媒体上疯狂的第三个母亲。1年后，赵丽颖可能拍了几部戏，每年300天和65天。赵丽颖可能已经在队里待了300天，这种程度的惊人技能，本质上并不过分。请允许我问一下，媒体中的哪位艺人有如此极端的焦点记录？所以他最近已经赚了一大笔钱。现在的赵丽颖，只要有适合自己的场景，喜欢多久，她都会接受。总而言之，她以前只是个配角，如今却是一个正统的勇敢女人。所以他毫无疑问地珍惜她。众多大佬将争先恐后地催赵丽颖出演自己的节目，更何况赵丽颖也不是一个有戏就拍的艺人，她也挑剧本，所以最近出现了一些对赵丽颖来说合理的工作，让赵丽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尽可能频繁地出现在大家面前。这2年，赵丽颖圈粉无数。大家都被赵丽颖的颜值和演技所吸引。综上所述，赵丽颖这种女明星，无论是演技还是演技，在媒体上都堪称是了不起。或者看起来，在正在进行的娱乐圈里，能跑赢赵丽颖的人有多少？不管怎样，当网友们觉得赵丽颖会被过度占有，有机会和精力去体验激情的感情时，她却意外地公开了自己与冯绍峰的婚姻。这也让大多数网友大跌眼镜。冯绍峰承认大家对他们很熟，2人合作，你至少知道他是否应该是绿色的、胖的、红色的和轻微的。从一开始，2人爆出婚讯，很多人就对冯绍峰不抱希望。总而言之，冯绍峰的私带新闻一大堆，和无数的心上人交谈过，大家都觉得冯绍峰配不上赵丽颖。更觉得赵丽颖跟着冯绍峰不会开朗，只是因为未婚怀孕才需要结婚。但事实上，在2人以往的关系中，很容易看出2人的关系总体上是很好的，尽管是孩子的结果。每次冯绍峰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我就哭着回家。这会儿，赵丽颖分明是把他当成配偶，默默地留在了冯绍峰的身边。然后要求冯绍峰去空间看看那小子，这倒是意料之中。综合考虑，孩子也是他们感情的结晶。看到少年之后，冯绍峰的性子明显好了很多，所以冯绍峰对赵丽颖也是一般般的优秀。而在赵丽颖发来的生日庆祝视频中，可以看出这一幕分外的精彩。充气玩具和蛋糕，赵丽颖可以说是沐浴在花海之中，整个人显得无比幸福。当镜头扫过赵丽颖时，我们可以被她头上的皇冠深深吸引。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赵丽颖头上的王冠可谓是造价不菲，场面的形式当然也不谦虚。总而言之，有无数的鲜花、点缀和蛋糕，同样可能要花一大笔零钱。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场景。不得不说，冯绍峰实在是太有钱了。给自己的另一半买这么贵的发饰，是真情实感。可惜现在2人已经分居并有了孩子。尽管如此，粉丝们似乎并没有过分悲惨。或许是因为2个人的性格相处不融洽，又或者是很少聚在一起，才导致了分离。综上所述，赵丽颖现在是媒体1线艺人，平时跟冯绍峰也是一样，少组装，多离开。不过粉丝们其实相信赵丽颖能把另一半当成一个更优秀、更通情达理的人，你怎么看？02，你知道吗？赵丽颖的婚恋观，我爱了，我要嫁的男人，万一我心里最主要的不是我，我宁愿不嫁到生命的尽头，也不会吞下这碗生饭。什么是最重要的结婚？有人说是物质，有人说是情。明兰表示，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他的心中，你是最重要的。这样一来，万一你婚后遇到什么问题，他会通过与你相爱的方式来面对，
而不是让你一个人面对台风。这些都是通过面料问题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已经不是最好的爱情了。许多女士偶然发现了母亲和女儿的问题、经济问题和婚后的情感问题，通常是因为她们的丈夫现在不再关心，或者可能故意忘记她们。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夫妻合体后，他们的收入将毁掉黄金。很多问题最好是暂时的，只要每个不同都把每个不同看作是最大的本质问题，而且可能没有差距，就可以明显的战胜它。因此，在结婚之前，您需要真正了解自己在不同男人或女人心中的重要性。找到一个了不起的男人或女人是一个了不起的婚姻的开始。和人类在一起，最终依赖仍然是最底层的因素，男人或女人的底层因素。嫁给舒兰姐的孙秀才，有底男无女无耻，洪文哥的底线最大的就是心软。和人类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我们还是要看看我们是否会在底层经历它。当我们恋爱时，很容易因为一个人的品质而爱上他，但是一旦我们结婚，我们就会认识到，无论我们是否会长期相处或不再相处，从长远来看，你是否可以忍受他最糟糕的一面。许多人贸然结婚，到了离婚的地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婚前没有认识到每一个不同的底层因素，或者低估了底层因素对婚姻的影响。因此，在结婚前检查每个不同的底部因素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例如，替代的生日庆祝是否不清楚，他是否小气，他是否易怒等。再问问你自己，你是否会收到最糟糕的情况？如果您无法收到，请尽快让其通过，因为某人的最低系数很难改变。如果他的底线在你的底线以上，至少说明这段婚姻有一个可持续的基础，也可以避免婚后的一些问题和困惑。我只是假设我们过着完整的生活，我们不能简单的在这个院子里闲逛。如果你强迫自己成为一个令人作呕的疯狂女孩，努力争取在男人面前咀嚼，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总是值得的。以后我会留更多的钱，游山玩水，显然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很多女人一辈子都在老公身上绕着男人转，为他做家务，为他生孩子，却绝不是为自己而活。付出了这么多，长此以往，她现在确实已经不利于丈夫的理解了。相反，她的丈夫出轨了，自己的亲戚圈子现在变得不再和谐。请记住，迷失自我的人将最好的从替代生日庆祝活动中获得更大的肆无忌惮的不尊重。事实上，我们女士们必须向男士们学习，并为自己保持一种生活方式。您可以在工作场所内画男画男，您可以尝试自己满意的方式保留现金，并为自己赚取可观的比例，还可以结交3、5个朋友，翻山越岭，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还记得当代暖讯吗？56岁的苏敏阿姨一生都坚持着丈夫的冷漠和残忍，最终选择了退休后自己去旅游。她制作了一段简短的视频直播，在网络上名声大噪。近日，她还与以自我为中心的丈夫一起提交了离婚申请，获得了不少掌声。因此，女士们现在需要不再让自己嫉妒和讨厌男人，提升自己的潜能，让自己更加珍惜，是女孩子的生活方式命题。不要放弃你最好的生活方式。既然已经进入了负线，就必须及时翻转。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的生活方式放松，那是因为悔恨太过去了。诗经·卫风，流氓一语道破，弟子的缓不过可以脱，姑娘的缓也不能脱。在这个世界上，男人总是比女士更无情，因为他们现在不再对情感有强烈的需求，而且很容易解除关系。然而，女士们总是更温柔，更情绪化。但是，连《诗经》那个时代的女子发现婚姻入穷巷，都能决绝地选择掉头。现代女性又有何不可呢？如果发现感情已走入穷途末路，就应该想办法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该离婚时就离婚，
千万不要对对方抱有幻想，等着他悔改，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为不值得的人消耗下去，只会毁了自己的人生，等到年纪大了，后悔也来不及了。不如早早放手，去过更自由的生活。人活在这个世上，总有遂心的和不遂心的，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莫要强求，要惜福随缘，不能为求目的不择手段。以这句话作为今天这篇分享文的结尾吧，送给那些还在情感漩涡中挣扎的朋友们。如果你很爱一个人，但是对方却毫不在意，和你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那么请放弃挣扎，向明兰学习。我们并不是非谁不可，没有了这个，还会有下一个。人生总是要往前看，只有往前看，才会守得云开见月明。